今天的这个案件让人心情无比沉重。一名远赴美国读博的中国留学生，向自己的同胞挥起了40年刀，而在案发后，凶手竟然说是为了下辈子的来世缘。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袁档案社。我的频道主要讲述一些真实和离奇的案件，希望在分享这些案例的同时，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洞察到人性的本质，从而给我们带来一些警示。今天的案件，我们要从一间咖啡厅的凶杀案讲起。2009年1月21日，是22岁的杨鑫抵达美国的第14天。晚上7点，他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生活动中心1楼的咖啡厅，因为当天他约了同校的25岁的学长朱海洋。当时在咖啡厅里有3名工作人员，还有6、7位学生。杨鑫和朱海洋看上去聊得也很正常，但不知为何，朱海洋突然就站了起来，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把厨房用刀，恶狠狠地挥向了杨鑫。杨鑫先是用手下意识挡了一下，但这根本没什么用。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学长朱海洋竟然是一门心思的想要夺取他的性命。没等到咖啡厅的其他人群惊恐中缓过神来，朱海洋已经完成了他的恶行。而在完成这一切之后，他并没有逃走，而是站在原地，眼神空荡，好像有些不知所措。接到报警之后，警方只用4分钟就到达了现场，然后当场逮捕了朱海洋。在这个过程中朱海洋一直是沉默不语，没有任何的反抗。而正是这种冷静，更是让所有人觉得恐怖至极。警方第一时间搜索了朱海洋的家，房间里面有他不久前购买的作案工具的收据。而在受害者杨鑫的宿舍里，警方发现了一张他给朱海洋40美元的支票，还有一份没有寄出，但信封上印有红色唇痕的印。那么这些证据能否解答朱海洋动手的理由呢？杨鑫和朱海洋2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2008年对中国留学生杨鑫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他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提前修完了原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会计本科专业。不但如此，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他在读书期间还坚持打了2份工，其中一份在赛百味。店长表示已经决定留用他，并计划将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不过从小就乖巧懂事又不缺乏主见的杨鑫有自己的打算。他报考了 GMAT 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并且成功的申请到了2009年1月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深造会计硕士专业的机会。他计划读完硕士后再攻读一个博士，然后找一份大学教师的工作。2008年10月，他飞回了国内，与许久未见的母亲一起去了西藏旅行。他们拍了很多照片，照片中的杨鑫很幸福，笑得很香甜。但谁能想到，这竟然是杨鑫留给母亲的最后纪念。咱们再来说说朱海洋。朱海洋时年25岁，1984年出生于宁波，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他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2001年高考时轻松考取了上海海洋大学国贸专业。大学时他的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英语格外出彩。大1就考过了英语4级，大2通过了6级，大3那年又报了托福。在满分677分的考试中，他获得了663分。到了大4，他又参加了 GRE 考试，数学得了满分，作文也只扣了1分，并且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还获得了第1名。在读本科的几年里，他每个学期都能获得奖学金。本科毕业后，朱海洋又在母校读了研究生。到了2008年，朱海洋申请到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农业和应用经济学博士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他还有希望得到大学助教的职位。到了2008年秋天，朱海洋开始了留学之旅，并且很快就适应并爱上了新的环境。朱海洋经常记录分享他眼中的美国，经常在网络上发帖，比如美国到处都是汽车，超市里面的肉很便宜，但蔬菜却很贵。美国人都不怎么爱睡午觉，很多人都信奉基督。他尝试去过教堂，觉得圣歌的旋律很优美。在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朱海洋一直都表现得温文尔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国际中心的主任说，他眼中的朱海洋是温和友善的。他的一位同学说，朱海洋为人处事一向都很谨慎圆滑。有一次，几个同学在房间里拿着一把东洋刀比比划划，朱海洋见状之后马上就劝阻，说这非常危险。所以他就很难想象，如今的朱海洋怎么会做出如此过分的行为。案发后不久，一些小道消息开始通过网络疯传。有人爆料说，杨鑫在到达美国后马上就看上了朱海洋，但是他看上的却只是他的钱。杨鑫请朱海洋帮助解决住房问题，然后借机搬进了他的家里，并且日常生活中的开支也都记在了朱海洋的账上。没过多久，他就和朱海洋同居了。
不过在此之后，杨鑫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到处对别人说自己并不愿意和朱海洋谈朋友，是学长欺骗了他，他要求学长用金钱补偿他。朱海洋这才明白自己被玩弄了，可如果不给他钱，这件事情如果传到同学或者是国内的朋友耳中，一定会让他身败名裂。网上还有一篇名为《这个女生我认识》的帖子，上面写道，杨鑫从18岁起留学加拿大，在此之前她在北京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人给了她很多钱，据说杨鑫每次回国的往返机票都是这个男朋友赞助的。但是北京的这个男朋友并不知道杨鑫在加拿大也有男友，而且还换了好几个，甚至杨鑫还有个绰号叫做插座。当第2、第3、第4、第5和第 N 个人开始留言，并且将这些故事渲染得更加的有声有色时，大家都觉得自己知道了所有的真相，女方不检点，男生才犯傻，最终因为走投无路才犯下了恶行。在杨鑫案开庭前，网上甚至有人开始留言，希望朱海洋能够被轻判，甚至还有人称他为英雄。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许多认识杨鑫的朋友开始站出来为他鸣不平，他们说杨鑫是个好女孩，虽然家境一般，但长辈们包括爷爷奶奶在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当老师的，也有当校长的，所以他的家教从小呢就比较严。他之所以想要当老师，也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杨鑫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里，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无华。他自食其力，从不化妆，甚至很少上街购物，穿的衣服和护肤品也都是从国内带去的，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身边出现过护花使者。而且杨鑫为了能够提前毕业，每学期至少要上6门课，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同时他还要打工挣钱，哪里还有时间谈情说爱，更别说是频繁换对象了。为什么网上他突然就被冠上一个不检点女孩的名号呢？而如果杨鑫真的如网上所说是个女骗子的话，那么有一点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那就是警方在他的宿舍里发现了那张他给朱海洋的支票，却又为何连区区的40美元都要算得这么清楚呢？2010年4月，杨鑫案开庭，在法庭上，检方还原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实：受害者杨鑫于2009年1月8日抵达美国，由于对这里并不熟悉，他先通过网络联系上了学长朱海洋，而朱海洋也的确为杨鑫提供了便利。因为杨鑫抵美时还放着寒假，学校和宿舍还没有对新生开放，朱海洋同意杨鑫在他家暂住4天，杨鑫对此很是感激。出于对朱海洋的信任，他甚至在一份学校的档案中把朱海洋的信息填写在了自己紧急联系人的一栏。在杨鑫住在朱海洋家中的4天时间里，朱海洋对杨鑫说自己喜欢上了他，希望他能够做自己的女友。在此之前的2008年12月，朱海洋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婚礼，他非常幸运地获得了新娘的吊袜带，这是美国部分地区的习俗。在婚宴上，新郎用嘴巴把新娘绑在大腿处的吊袜带取下，然后抛给在场的未婚男士，谁能抓住他，就预示抓住了幸福，将会很快成为下一个新郎。所以朱海洋认为自己遇上杨鑫是命中注定的情缘。但是朱海洋的告白遭到了杨鑫的婉拒，杨鑫告诉他自己呢已经有了男朋友，并且已经订了婚。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从杨鑫的家人这里得到证实。杨鑫的妈妈只是说，女儿曾经打电话和自己说过，她被一个男同学盯上了，觉得这事呢很烦人。但是朱海洋并没有放弃，然后他是逮住机会就明示或者是暗示对杨鑫的爱慕之情，甚至呢还写了一份情书。但是这些都遭到了杨鑫的拒绝。虽然检方和杨鑫的家人已经达成一致，在杨鑫宿舍里找到那份带有唇印的信件不予公开，但起码能够佐证杨鑫在当时应该呢已经有了心仪之人。被杨鑫反复拒绝后朱海洋非常崩溃，在他被捕后告诉心理医生说，就是从那时起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想和杨鑫一起去来世续缘。2009年1月15日，朱海洋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最后一条动态，要开学了。7天之后，也就是1月21日，朱海洋给杨鑫打了12个电话，最终约到了杨鑫在咖啡厅见面。再后来，他就向同胞挥起了死神镰刀。那么可能会有人问，看上去大有前途的朱海洋，怎么会突然间变得如此可怕呢？就算是求爱不成，也不至于犯下如此的恶行吧？但其实仔细反观一下朱海洋赴美后的真实生活，这些答案就会清晰了。朱海洋在抵达美国后，并没有跟上博士项目的课程。2008年学年结束后，他甚至还被学校通知下学期留学查看。所谓的留学查看，指的是该学生没有达到学术的最低要求，换言之，就是考试不及格后，校方给他的一次改进机会。
但是如果成绩呢依然没有起色，那么接下来他就有可能会被学校开除。这件事儿对向来成绩都非常优异的朱海洋来说，无疑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与几个有着类似情况的同学还一起考察过其他城市的学校，看看能不能通过转校来避免和化解可能的危机。但是这个办法没有走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依照当下形势来看，即使朱海洋能够顺利的毕业，也很难呢在当地找到工作。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朱海洋在2008年年底曾经试探性的问过国内父母能否主动退学，但马上就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朱海洋的父亲认为只要肯努力，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朱海洋曾经向父母说过自己压力很大，甚至呢已经有了轻生的想法，但父亲呢却没有意识到儿子的心态呢已经面临崩溃，只是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从此之后，朱海洋不再向家人说这些话了。他觉得自己呢让家人蒙羞，他的心理医生也只是一个不说话的聆听者，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开导作用。朱海洋的社交平台中一共有22篇日志，最早的几篇是2007年写的，内容非常阳光。到了2008年，他开始谈美国的生活，再到后来，他的日志内容开始变得古怪起来，让人越来越看不懂。在法庭上，朱海洋的房东说，在案发前的这个冬天，朱海洋的性情变得很古怪，他变得易怒和好斗，他不允许合租的另外2个室友开暖气，还在客厅的地毯中央堆放了很多木材，不过没有点燃，而是坐在旁边，好似在取暖。他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室友都感冒了，而且屋内的水管也都冻裂了。房东在后期要求他们将室内的温度设置为恒温，但朱海洋却表示了强烈不满，他甚至直接拉下了电闸。在案发的那个月里，朱海洋突然跑到房东那里，说自己的鞋子被偷了。房东让他去问一下2位室友，是不是他们戳穿了他的鞋子，但是朱海洋却一口咬定偷他鞋子的是物业管理人员，但事实上那位物业管理人员压根儿就没有进过他的房子。基于以上的种种，辩方律师指出朱海洋的心理健康存在严重问题，他的母亲和外婆都有精神分裂病史，而朱海洋在那段期间正处于抑郁和情绪崩溃的边缘。另外，案发2周后，朱海洋还曾经尝试在监狱里面轻生。朱海洋还告诉心理医生，说自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那就是来世找到杨鑫。所以律师希望能够送朱海洋去医院治疗，并且减轻对他的刑罚。法庭上，朱海洋也表现了忏悔，他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对于受害者家属、校方、社区以及自己的父母表示抱歉。但陪审团和法官却认为朱海洋犯罪的过程实在是泯灭人性，因为自己的不如意情感没有得到满足，就将所有的愤怒宣泄在了杨鑫身上。根据现场目击者的说法，朱海洋在犯罪时2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杨鑫，没有丝毫的害怕或者是退缩。而他后期在监狱中闹轻生，但谁又能证明这不是为了减刑，而是在演戏呢？毕竟并没有医学诊断来判定他患有精神疾病。而在陪审团中，甚至有人说，如果真的如他所说要和杨鑫一起去来世，那么在犯案后警方抵达前，其实有时间做自我了断的，但是他没有，所以他的行为只能被理解为嫉妒仇恨，他在报复和摧毁他得不到的完美事物。最终朱海洋被判无期且不得假释，这是当地最高的惩罚。这些案件到这里已经结束了，但之前网上那些看上去言之凿凿的故事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至少从现有的证据及逻辑分析来看，杨鑫在此案中貌似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网上那些文章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连朱海洋都没有向警方供述的那种小细节。写这种文章的作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很难想象这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这些言论却会着实会伤害到杨鑫的家人。